各位觀眾好，我們今天講聊墨中的青蛙神。在這個長江和漢水之間，大家相信青蛙神好，於是呢，有一家人家姓薛，薛仁貴的薛，他家裡有個小男生，好，然後就做夢了，夢見說青蛙神呢，交代說，你家的這個小公子已經被選為青蛙神的女婿，有這種事啊，他們本來就很重視他兒子的這個婚姻，本來已經要約婚。一家姓袁的，那個袁家一聽是這樣那當然不行這青蛙神已經要把女兒嫁給你們，那我們不干人家要去作罷了。好，然後這個薛家這個小公子這個薛郎長大了，好帥呀，他這個小帥哥非常英俊了不起，然後他也知道說有這麼一回事是吧？然後有一次出去就有人說邀請他到某個地方說有人要見你，他就去到青蛙神的這個居住的府邸，然後就看到青蛙神的。青蛙神很高大，很威猛，但是对他很和氣，很喜歡他的樣子而且說，這個薛郎來了，把夫人和小姐請出來見面了就是青蛙神的妻子和青蛙神的女兒出來，這一見面那個。丈母娘看來為了這女婿了丈母娘見女婿越看越高興非常喜歡，覺得哇，這個小帥哥真可愛他那個青蛙神的女兒就是十娘，7、8、9歲的十很美麗的這個十娘也很喜歡薛郎，你可以發現這是。我要嫁的老公長得不錯好像蠻英俊的來做我的丈夫也還適合這個薛郎一看喲，原來薛娘是個美女耶我本來說要做這個青蛙神的女婿的，不想他青蛙神的女兒長得這麼一看原來是一個美女很高興，非常高興好，然後這個十娘大概比薛郎小一點點於是就相處又有一次薛郎在這個青蛙神那邊說我們就要舉行婚禮那個薛郎說要舉行婚禮我什麼都沒有準備是吧不要準備的因為這個有青蛙神他有很多的信徒信徒早就在那裡辦理了有的是管這個敲锣打鼓的有的是管做這個介紹人的做媒人的有的管司儀的啦通通都準備好了。那麼而且我們這個新郎官呢，他只要換衣服就好了，衣服也是準備好的，衣服啦、帽子啦、靴子啦他從頭到尾一身新就缺一個人做新郎官就可以了就這樣把十娘很熱鬧的就到家裡來小兩口很恩愛很好很好，只是有一點，他做了青蛙神的女婿家裡面就很多青蛙
到處都是青蛙，很煩的啊。那麼這個學長呢，脾氣有脾氣啊。哎呀，我們家裡面本來很親近的，連這些就是討厭死了，简直是啊。他动不动的開始踩那個青蛙，一腳一個就把人踩死了，是吧？師娘不高興，他說：“哎，這個不行，因為我們就是青蛙城啊，這個免不了，因為你青蛙城的女婿，我們相求平安就好了，是吧？你不要去傷害他們。”他不聽，師娘一氣回娘家了，變成拜拜呀。當然，這學長心裡想：哇，得罪了我的太太。我們本身的夫妻，為了個青蛙，好像自己也應該要檢討了，可以忍耐的，是吧？不必如此了這是道歉，對不起那個師娘就回來了，是吧？沒事。那麼那個師娘在這裡，她是不做事情的，她不会說做媳婦要幫忙婆婆。做這個做那個，他從來不做，他只是在家裡面繡花看看書這樣子所以這又是學長，就是你既然是我們家媳婦，就像個媳婦的樣子嘛，是吧？怎麼可以說就不能架勢了？這師娘又生氣了不但生氣而且還闖了個禍師娘跑回娘家，居然在這個學校起火了起火了就把房子燒掉了。這個學長心裡想，一定是青蛙城搞的鬼，很生氣，於是他就拿着燒火的東西要到青蛙城的那個府邸那邊去給他批評哎呀，這還是事情鬧大了。那意思，青蛙城的信徒很多，大家起來勸解他這個不要衝動替他修房子把房子修得像新居一樣的什麼事不搞好的安撫他還好，師娘也回來了。這必須沒事的嘛，是吧？真是一個大災難。師娘有一個習性，她最怕蛇，最討厭蛇。那這個學長真是頑皮就來逗他。這個小信封裡面裝了一條小蛇，嚇得師娘。哎呀，師娘很說，你是我的丈夫，你當然知道我的習慣，我的愛好，我最怕的就是這玩意兒你居然這樣子嚇我，可見的你是不愛我，可見的我們不能做夫妻我們從此你絕了我跟你分手了就气死了。哎呀，這還是火闯大了。學長很後悔，可是他一走了怎麼辦呢？是更不妙的是哎呀，有一家姓申的，據說是師娘回去準備另嫁給這個姓申的呢。哎呀，姓申的高興因為馬上要做青蛙城的娶青蛙城的女兒了就是家裡面修房子油漆大家準備那我們學長一看的，心裡面真不是滋味哎呀，怎麼搞的？好好的一桩婚姻都被我搞坏了，我不该開這個大玩笑的。我以為說給他鬧着玩的，一個蛇嚇他一下子，沒想到事情鬧得那麼嚴重，很後悔也沒有辦法
行了，這場婚姻恐怕是不行了，恐怕師娘真的不會再回來，而且該嫁給那個姓盛的了。那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啊，這個學長也不錯了，只有我自己去道歉，去迎接我的妻子，是吧？好，於是他就從他自己家裡面去到他的岳丈家啊，去迎接師娘。就那麼巧，師娘還是愛他。師娘正好從娘家出來，要回到婆家，兩個人在中途相遇了。哎呀，真好啊！兩個人都知道啊，原來是你愛我，我愛你，我們不能夠分離，抱頭痛哭。然後哭完了，然後两個人平平安安的回家，好极了，是吧？哎，这一下子天下太平。這個青蛙神和他的妻子常常降臨到他們這個學校來啊。你要看他的衣服，如果他穿的是紅衣服呢，那就有喜事啊；如果穿白衣服呢，那就有財運啊，是這樣的啊。隔了一陣之後，果然我們師娘懷孕了，要生產了啊。青蛙神和他青蛙神的夫人一起降臨，果然一許就生了孩子，非常的恩愛各位觀眾，這個青蛙神的故事到此完畢，謝謝各位，謝謝。